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没有金手指，没有霸道总裁。央视年代剧《我的山与海》3月7日即将开播。3个普通姑娘抱团死磕，在时代浪潮里硬生生拼出一条血路，真实好哭。家人们，央视8套又甩出王炸了。谭松韵这次彻底颠覆形象，从甜妹变身打工妹，带着一部真实到扎心的年代剧杀回来了。这部剧叫《我的山与海》，改编自人世间作者梁晓声的小说，讲的是一个山区弃婴揣着几十块钱闯深圳，从流水线女工一路干到上市公司老板的故事。最狠的是，这故事80%的剧情都取材于真实女性创业者的经历，没有金手指，没有霸道总裁，只有3个普通姑娘抱团死磕，在时代浪潮里硬生生拼出一条血路。3月7号晚上7点半，央视8套黄金档和优酷同步开播。光看预告片就已经让人眼泪哗哗的，这剧不爆都难。这部剧的底子特别硬，它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的小说《我和我的命》。梁晓声写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一位80后女读者的来信，信里讲了她小姨从贵州山区南下深圳打工的完整奋斗史。梁晓声被这个故事打动了，觉得这就是一代人的缩影，于是把这段真实经历写成了半纪实小说。剧集把名字从《我和我的命》改成了《我的山与海》，寓意更直接。山是贵州老家的根和困境，海是深圳商海的梦和机遇，刚好对应了女主角从大山奔向大海的命运跨越。制作班底更是神仙组合，监制兼总编剧是郭靖宇，他拍过《铁梨花》《最美的青春》，最擅长把普通人的奋斗拍得真实又有力量，从来不爱搞那些悬浮的爽文套路。导演是百山，就是拍出《唐朝诡事录》系列的那位，对细节的把控到了极致。为了还原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，剧组下了血本，一复刻了老华强北的街道和店铺，从街边的招牌到人物手里的寻呼机，甚至是工厂女工宿舍的搪瓷杯，每一帧画面都透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烟火气。剧组耗时115天，远赴贵州、深圳、香港等地实景拍摄，实景搭建了老街道、旧厂房、城中村、东门市场这些标志性场景。故事的主角叫方婉之，是个70后山区女孩，来自贵州一个叫神仙顶的地方。她前20年过得挺顺，因为养父是县长，养母是校长，生活体面优渥。可就在她20岁那年，一个晴天霹雳砸下来，她根本不是亲生的，而是个山区弃婴。更糟心的是，她那碌碌无为的生父和贪财势快的二姐找上门来，一次次跟她纠缠要钱。她以为的真心男友，也因为她身世曝光，家世不再而离开了。一边是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养父母，一边是甩都甩不掉的血缘亲人。方婉之夹在中间，那种窒息感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方婉之没认命，她咬咬牙，揣着仅有的几十块钱，挤上绿皮火车，孤身一人去了深圳。那时候的深圳正是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到处都是机会，也到处都是坑。没学历没背景，她只能进电子厂做流水线女工，每天重复机械的操作，累得腰酸背痛，还要看组长的脸色，受工友的排挤。她挤在10人间的集体宿舍，累到倒头就睡。但她从来没放弃，每天下班再累，都要挤时间去夜校学英语、补知识，就想着靠自己改变命运。在深圳打工的初期，方婉之遇到了2个一辈子的好姐妹，一个是外向活络、重义气的李娟，有懂情饰演；另一个是精通外貌、心思细腻的学霸郝倩倩，由希望饰演。3个不服输的姑娘凑钱租了个小作坊，组成创业3人组，从组装零件做起。
正式踏上了闯商海的路。他们从做外贸、开小作坊起步，一步步创建自己的玩具品牌。创业路上哪有顺风顺水的？方婉之他们可是一路踩坑一路闯。他们被失信的客户骗走过货款，导致资金链断裂，差点撑不下去。好不容易接到订单，又遭遇1997年金融危机，订单全流失，只能全线降薪，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。他们还被熟人背后捅过刀，吃尽了人情冷暖的亏。剧中有很多真实的挫折细节，比如为了摆摊赚钱被城管收走秤，谈融资时被投资人追问婚姻状况，方婉之摘下婚戒硬起回应：“我们谈的是生意，不是婚检。”这句台词提炼自真实女老板的经历。三个姑娘始终抱团取暖，互相兜底。李娟靠自己的社交能力开拓客源，郝倩倩用专业知识规避风险，方婉之则凭着一股子韧劲扛下所有危局。深夜出租屋里，三个人分食一碗泡面。创业失败后，她们相拥痛哭。这种女性之间的互助与托举，比那些狗血的互撕戏码好看多了。她们从挤出租屋的打工姐妹，到并肩闯商海的创业伙伴，一起扛过了所有风浪。在奋斗的路上，方婉之也遇到了温暖的支撑。技术员高翔由高志廷饰演，他性格沉稳踏实，一直默默喜欢方婉之。不管他遇到什么难关，高翔都坚定地站在他身边，倾囊相助。两人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，更多的是并肩作战的默契和细水长流的陪伴。在他最落魄的时候，高翔用易拉罐环当戒指，向他许下承诺。这种平淡却坚定的感情，为热血的创业剧情增添了不少温情。剧中最核心的概念是梁晓声提出的三命论：天命就是出身，是我们无法选择的。就像方婉之的弃婴身份，使命是自己的经历，是他在深圳打工创业的挣扎与成长。自修命是文化赋予的自主权，是他靠着夜校学习，一步步改写自己的命运。方婉之的故事，就是用使命和自修命去改写那条看似注定的天命。剧中他的那句台词，与其在血缘与恩情的夹缝中挣扎，不如将自己连根拔起，寻找全新的土壤，直接戳中了无数正在奋斗的人。演员阵容堪称年代剧顶配，没有任何流量凑数，全靠演技撑场。领衔主演谭松韵这次彻底跳出了甜妹舒适圈，饰演女主角方婉之。这是她第一次挑战30年的年龄跨度，要从20岁的纯真少女演到50岁的通透企业家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谭松韵下了苦功。她素颜出镜，特意晒黑肤色，还专门去学了贵州方言。她甚至真的去电子厂流水线上体验生活，手指被针扎烂都不抱怨，就为了还原最真实的打工妹模样。从预告片里能看到，她蹲在土灶前劈柴，指甲缝里都是黑泥。一句带着方言的那个鬼地方，我偏要爬出去，把山区少女的倔强与不甘演到了骨子里。董卿和谭松韵是现实中的好友，两人曾在《最好的我们》里分别饰演耿耿和贝塔。这次时隔多年二搭演闺蜜，默契度直接拉满。董卿饰演的李娟性格泼辣重义气，凭借外向特质成为团队的社交担当，自带市井烟火气的表演完美契合角色设定。希望则颠覆以往形象，演绎精通外贸的学霸郝倩倩，前期是助力团队的专业后盾，后期因利益纠葛陷入挣扎，复杂的人性刻画极具看点。更让人放心的是王劲松和刘威两位国家一级演员压阵。王劲松饰演方婉之的养父孟思远，这次他调了个盖儿，不演反派也不演严肃上司，演了一个温润如玉的好父亲。预告里他戏份不多，但就那么几个眼神，已经把一个父亲的儒雅、深沉和对女儿的牵挂演活了。
刘威饰演方婉之的生父何永旺，他在《风吹半夏》里演的渣爹就够气人了，这次看来是升级版。预告里那副我穷我有理，你混得好就该帮我的无赖香，已经让不少观众拳头捏紧了。两位老戏骨同台飙戏，光是想想就特别过瘾。剧中3个女性的故事，不只是逆风翻盘的励志篇章，更是对无数奋斗者的致敬。打工的艰辛，创业的不易，友情的珍贵，亲情的羁绊，故土的牵挂，每一处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。它不渲染苦难，也不掩盖困境，就是踏踏实实的拍出一群女人怎么一步一步往前走。这种真实感让剧集能实现全年龄层通杀，年轻观众被路灯下学英语的坚韧打动，中年观众在创业波折与时代细节中找到共鸣，老年观众则从亲情线中感受到牵挂与温暖。